3个时辰。卯时3刻腌上的，不多不少，正好3个时辰。黄酒何时加入？2个时辰之前。入料之前可曾捶打？我亲眼见张屠户取的肉，当着我的面用刀背来回捶打了6遍。谢谢冬菇。哎，叫姐。冬菇姐。这梅肉取自第4、5根肋骨之间的背脊之上，亦肥亦瘦亦有筋，烤制之前必须捶打，便可肉松筋散，才好入味。再由广陵食记中的秘制腌料腌制3个时辰，再附以梅子酱佐食，便可去腻回甘，堪称天下珍馐。唐大人得罪了。哎，我的肉！唐大人得罪了。哎，我的螺！喂！哎，让一让！喂！让开！让开！哎，接过。案情实在是太紧急了。可有命案？没有。可有伤人？没有。可有走失？没有。那你不能让我好好吃完这顿饭再来吗？哎呀，不是，虽然这是些鸡鸣狗盗单子，可是这些鸡鸣狗盗单子它一块儿来了呀。你这样，我绝不耽误你吃饭。你一边吃，一边审。怎么了？梅子酱忘在冬季了。哎呀，就一个酱的事儿，你算我欠你的，行不行？这顿你先凑合吃，只要你把案子给我审好了，你想吃什么我请。念：草民张全家住城南果子巷，成化时。停！又怎么了？这样一个一个念，要审到何时？那依你之见呢？一起来。草民张全家住城南果子巷，今早发生一家人发现落案人街坊立马多轮骚后遭警方发告发，群入昨夜黄所制盗马一行至，经查此马为太平寺马正。昨日可曾下雨？下了。大吗？不小。那昨日下雨之前，这只鸡在何处？一直在鸡窝里待着，老实着呢。空口无凭。唐大人，可有证据？前日我在耳墙之上撒了白灰。行窃官马，这可是充军流放的重罪。我就是要出城，这马它一直跟着我。雨前雨后，天潮地湿，这鸡窝内气味难闻，所以这只鸡绝对不可能待在鸡窝里。你说下雨之前你的鸡在鸡窝待着，这就说明你从未养过鸡，所以这只鸡绝对不可能是你。墙上的白灰被雨冲刷过，你认为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然而白灰遇水便会发热，这墙上日积月累的青苔被这白灰水烧过，便会变成极为细腻的青灰泥。你的身上没有任何白灰的痕迹，但是你的双手指缝间以及袖口都有青灰泥，对此，你如何解释？他身上是否带着什么？啊，回禀汤大人，从这老者身上搜出布袋一个。大人，小老儿胃部有虚寒之症，这果脯是治胃病的。这果脯固然能治胃病，但是还能用作他用。你知道马儿喜食甜物，便用此方法盗马，引得马儿自己跟你走，手法老道，心思缜密。
这说明你不仅是个盗马贼，还是一个惯盗。大胆老贼，还不如实给我招来！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不招的话，我就让你尝尝我顺天府的厉害！欢迎欢迎，您想吃什么呀？一壶黄酒，半斤牛肉。好嘞，您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今年天气不错。啊？昨夜下了一场大雨，关外应该也下雨了吧？若是今年风调雨顺，草原上打下的牧草足够牛羊过冬，那么瓦剌人便不会因为缺少食物粮草而难起，边关将士们就能少打一次仗，少打一次仗，便会少死很多人。不是，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你15岁从军，17岁在五军营当了武长，20岁随千户丁如孙调往大同，编入云州铁卫，22岁官至百户总兵。戍边5年，出战100余次，却在27岁那年正月初5，刺杀了当时已是守备将军的丁如孙丁大人，改名换姓，逃至关外。11年间，再也没有人知道你的下落。不是，你找错人了吧？我今年才25。我说的不是。家奎，我找你很久了。可以算只。谢谢。借一步说话。仅因为北镇抚司总旗，随州。当过兵，戍过2年边。7个人。知道你有本事，不敢怠慢。你觉得你能拿得住我吗？我不知道，但我想试试。如果你想逃，以你的身手，我们7个人恐怕拦不住你。但若你要带着妻子儿女，便没那么容易了。我若跟你走，能不能不要为难他们？祸不及妻儿，此事与他们无关。好，我可以跟你归案，但是吗？我还是想知道我能不能走得脱。
公子要看看鲜花吗？停！要不要看一下鲜花？公子看一看吧。真好看。公子请自重。谁叫这花这么好看呢？哎，去哪儿，小姑娘？干脆，人和花我全都要。走吧。公子请自重。公子，没事吧，公子？哎，哪儿啊？站住！这个糖葫芦上面沾了你的口水，我也不要。谢了，送你吧。这东西好好的，不想吃也别浪费嘛。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信不信我弄死你？什么人这么厉害，在这荆棘之地闹市之中也敢喊打喊杀的？荆棘之地？你知道我是谁吗？啊？往那边看，睁大你的眼睛往那边看，看见了吗？就算是武安侯本人，也不会在这里大吼大叫的，更何况阁下只是武安侯之子。你认同？郑侯爷膝下两子，一嫡一庶。听说这嫡长子郑成不学无术，还是个好色贪杯之人，莫非就是你吧？放肆！我家世子的名号也是你能随便说的？谁让你认的？公子，我错了，多嘴，叫你多嘴。公子，好，公子，这前面的路啊，被闹市之人堵住了，我选一条远点的路回府吧。这儿。不好了，陛下，太子伴读韩藻失踪了。父皇，韩藻与儿臣情同手足，几个时辰前，儿臣还与他一起写字，现在他突然不见了。太子，起来说话吧。起身吧，一直跪着，成何体统？谢父皇。谢陛下。太子贴身总管太监何在啊？奴才留下参见皇上、太后、贵妃娘娘。起来说话。谢陛下。今日到底是什么情况？今日午课之后，太子殿下留在文华殿继续修习老师留下的课业。小枣说要回家晚饭，便早早离宫了。唉，韩藻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一时贪玩。我看太子也要另选一个伴读了。我看贵妃素来关心慈庆宫的情况，想必是很清楚韩藻的行踪吧。禀告太后，臣妾不是这个意思。母后是误会贵妃了。陛下，韩藻这件事，你看，此事牵扯内宫，有在荆棘之地，就交由北镇抚司察办吧。为美丽的夜色和动听的音乐干杯！去吧。大人，怎么了？哦，王直来了，他要见我。王直？哪个王直啊？还能有哪个王直啊？西厂督工王直。王直深夜来访，是何用意啊？怕是来者不善，大人可要小心呐。哼，一个阉人能厉害到哪儿去啊？
督公久等了。于大人，深夜造访实在是有些冒昧，但确实是有要紧的事务，不得已才半夜叨扰。初次造访有些匆忙，小小薄礼，不成敬意。哎呀，督公你太客气了，坐坐坐。于大人啊，看过这个了没有？这份折子上说的内容是关于立储之事。对呀，可有什么不妥？立储之事事关重大，我们做臣子的自然要为陛下分忧解难，哪有什么不妥啊？哦，那就好，那就好。但这折子的后半段提到了贵妃，说什么独断后宫，干预朝政，贵妃娘娘听了十分的不高兴啊。这些老夫说的都是实情啊。您说的是实情没错，但说到底，这毕竟是陛下的家务事，我们做臣子的说这些，不太合适吧？所以啊，不仅仅是贵妃娘娘不高兴，陛下也不太高兴。督公，有话你就直说吧。陛下不高兴，我们就得多留意。这一留意不要紧，发现于大人不该说的话，可真没少说呀。此言怎讲？成化12年9月12，于大人与礼部侍郎王大人、户部郎中孙大人、督察院御史陈大人，还有詹事院的钱辅成一起吃饭。席间，大人提议各部官员联手抗衡万党，祸乱朝政。成化13年5月13，江西城宣布正史司缺一名参政，于大人安排自己的二公子补上了这个空缺，并在他的分巡道按察司制副使的位置上多补了2年的履历。上个月初8晚上，于大人与夫人安寝之前，说什么陛下偏信贵妃，不识谗言，万党与东西厂的阉术把持了朝政，结党营私，欺君罔上，与内眷妄议朝政，这哪一条都是死罪，数罪并罚，可是要斩满门诛九族的呀。督公，你说吧，你想要什么？我想要陛下和贵妃娘娘开心。我懂了。那我的家眷，于大人放心，我不会难为他们的。好，恕老夫不能相送了。告辞了。于大人，汪直只是个阉人，没什么厉害的。普天之下，能称得上厉害的，只有陛下。那女子已在门口，悠悠然传出一句话来：“请问公子何时再来？”公子诧异问道：“姑娘，何出此言？”女子曰：“奴家每每见到公子，便心生欢喜。公子来一刻，奴家便欢喜一刻；公子来一个时辰，奴家便欢喜一个时辰。”冬儿，大晚上的能不能轻点？这是晚上夫人做的点心。那些书不能做。书怎么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做书会变笨。骗人！哼。夫人今天心情不错。夫人倒确实是好心情。今日收到消息，老爷不是就要返京了？老爷一早就说你房租太低，现在租期将近，80%是要涨价了。不是我1年才20两的俸禄，怎么又要涨房租啊？你一个堂堂从6品的官，天天碌碌无为，好吃懒做，只知道写这些小说。
现在交不起房租了，在这里着急上火，怪谁呢？不是你一个小丫头，你跟我聊为官之道，国家大事你懂吗？你懂？你知不知道，现在官场上贪官专权，都是逢迎之辈，不干实事。南方暴力无数，使得民不聊生，盗乱四起。再加上前朝宋元之时大量银钱外溢，导致国库空虚，以至于大明宝钞乱印，价值一落千丈。近几十年，北方战事吃紧，辽东朵颜3位虎视眈眈，可军界统帅却多是无才无能之辈。要我说，现在于朝廷就应该整朝纲，查贪腐；于国库必须彻查账目，开源节流；于北境整军务，立军功，肃军纪；于南方重农耕，促商贸，鼓励农商；于辽东就应该重开马市，暂时安抚各部势力，待得富国强兵之后再一举镇压，免除后顾之忧。这样你明白吗？不明白，但好像挺有道理的样子。岂止是你不明白。不学又能怎样？谁让你如此贪吃？不到半月，俸禄就被你吃光了。写吧，写吧，不然哪来的银子呢？你找谁？唐大人可在？老张，怎么了？唐大人，韩大人让你速速前往欢义楼。这么晚了去青楼干嘛？吴安侯的长子郑成死了。死因为何？以我30余年仵作的经验，不好说。你知道这具男尸的身份吗？武安侯府长子郑成。那不就得了？世子家出了这种事情，人家老孙不想说，你就别难为人家。他不说，那你说呗。哎，你们顺天府的人都不说，让我一个帮忙的说呀？你堂堂一个医痴，见到这种稀奇古怪的死法，忍得住吗？行了，行了，行了，别废话。虽然说这具尸体所有的症状都像是脱阳而死，虽然说，你还让我说吗？2个疑点，来。你看他的牙齿内侧、牙缝以及口腔有血渍，这说明死者生前可能是吐过大量的鲜血，并且未来得及清理便死去。你再看这房间里面，异常的整洁，没有丝毫血迹。看这个，看，如果说这是死者生前所留，那么在他死之前肯定是极为痛苦。中毒？不确定，得回去慢慢查。那尽快啊！我不是你们顺天府的人吧？不是。那为什么每次勘察现场我还要听你的指挥？我欠你的呀？你我之间不说欠不欠的，你吃了我多少顿饭，我跟你算过吗？哦，你给我算这个，好，我们来算一算，我吃你的多还是你吃我的多？哎，老裴，你还跟我记小账啊？我记得还少了呢。我告诉你，今天是我出诊被你的人给拽过来的，你知道吗？我知道，妇科圣手嘛，有多少夫人小姐都不是真的有病，就算真的有，看到你也就好了，那是出不了人命的。你说话要但是这里已经出人命了。
这位呢，就是我顺天府的推官唐范唐润清，心思缜密，长于断案。此案交给他，二位放心。侯爷，二公子，还请节哀。是你？怎么回事？第一个发现死者的人是谁？回唐大人，正是小人。你们与我分开之后，都发生了什么？青姿姑娘，想着你呢。青姿，青姿今日入岳，不方便服侍公子。我管你入不入岳。公子喝多了，请移步旁边厢房休息，青姿就不送了。不是青姿，这郑公子，郑公子，后来崔妈妈干嘛呀？便带我们消气去了那间厢房休息。你家公子平日来此，都是找青姿姑娘吗？对，一直都是住在青姿姑娘那里。那青姿姑娘后来来了吗？后来唐大人我就不知道了。我伺候完我家少爷之后，我就走了。少爷扇子给您放这儿了，灯留着。哎，那屋内自缢的女童，你可否认识？不知道。你何时回来的？4时左右。少爷。你刚刚说你伺候你家公子吃药，吃的是什么药？阜阳春。做什么用的？壮阳补肾。这个药从何而来？这个药是青姿姑娘给我们家少爷的药方。方子是在唐喜白街那家回春堂，对，在那儿出的方子，我亲自找的药。配药的伙计你可否认识？大概高高瘦瘦的，有20来岁。这儿，哦不，这儿有颗黑痣。你去把老鸨和青姿姑娘叫过来问话。是。郑成是你的常客？是的。那为何今日你会与他发生口角？大人，是这样的，青姿，让他去隔壁的厢房先休息半个时辰，待会儿你跟我一同去赔个不是。小气二嘛，睡着了。睡着了？你当时进屋只有郑成一人？正是。当时他睡得正熟，我便没有打扰。那是什么时辰？将近戌时1刻。灯烛是亮的还是灭的？是亮着的。屋内自缢的女童是谁？她是何时进去的？大人，女童我真的不知道是谁，而且她不是换1楼的姑娘，几时进入的房间我更加是不知道了。再说这郑公子把外面的姑娘带回来也不是第1次了。案发现场岂能破坏？唐范，现下天色已晚，家父想把家兄带回家中，早早盖棺治丧。不知大人能否与我行个方便？啊，死者为大，本该入土为安的。此事非同寻常，这个案情还有诸多疑点。为了方便查验，我们还是要将令兄的尸身带回顺天府。我儿乃我侯府长子，怎能等同一般民夫？他的尸身，侯府自会保存。侯爷说的是，令公子的尸身本就应该回到侯府之中，还请侯爷节哀。
走吧。这些年，我白发长了不少。娘娘说笑了，谁不知道娘娘童颜永驻，怎么会老呢？你是成化3年入宫的吧？娘娘记性真好。那个时候你6岁，我38。现在你都17了，我49了，怎么能不老呢？我着人去关外建州女真部寻了些鹿茸雄胎，不日到京，娘娘试试，好的话，我让他们年年进贡。还是你最有心。娘娘别这么说，分内的事情。韩藻这件事，你听说了吧？听说了。总觉得这事有蹊跷，感觉是针对本宫来的。娘娘放心，此事我来处置。有你在，我最放心。来，哎呦，这酒给咱俩折腾坏了，是不是？我跟你说，我现在饿极了，咱俩一人1碗面，吃完了回家睡觉啊！好说。师兄，你要是不爱吃面，我就给你换别的。此案有蹊跷，你还是吃面。你仔细想想，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我跟你说，这件事我都已经想好了。武安侯府的侯爷，他是不想家出外扬，再加上郑二家的公子私底下跟我说了，希望这个案子大事化小，所以这个案子定义为武安侯府郑成公子系脱阳急症爆发而死。那自缢的女童呢？哎呀，那就是一个黄义龙侍寝的妓女。你想，一个妓女看到这么大一个人物死在她面前，她能不恐慌吗？她又怕脱不了干系，情急之下自缢而亡。可现场的女尸不是欢迎楼的人吗？除此之外，这个案子还有多处疑点。第一，郑成口中有大量干涸的血渍，那肯定是他死前所呕，但房间却异常整洁。第二，郑成指甲缝里有木屑，床板床架有抓痕，这肯定是他死前痛苦挣扎所留下来的痕迹。虽然这2点很有可能是因为房间被重新整理过，还有第3点。听，文清啊，你知道你刚才说什么呢？你自己都说可能2字了。哎，我亲爱的师弟呀，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在翰林院被闲置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太较真儿了你！我告诉你，这为官之道就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只有这样，官才能做得稳、做得好、做得长久。所以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你我都不要再说了，好吧？可是师兄，没什么可是的。师兄，吃面。还是干什么去？回家睡觉。这睡不觉啊？你吃完面也睡觉不行吗？不过，这面没吃能睡吗？长宫这块玉佩好圆润啊！前朝的一个小玩意儿，数日前从于大人处得来的，随手玩玩。哪个于大人啊？当然是兵部的于大人。邦提督如果有兴趣，可以拿去。哎，我哪有此闲情啊？不如长宫了解这些物件，到我手里那真是糟蹋了。皇上驾到！
臣上明参见陛下。臣汪直向陛下请安。两位爱卿平身。方才朕听说武安侯家的长子郑成突然死在了外头，顺天府上报说是郑成身体有疾。此事你们可有听说？臣略有耳闻。此案断案潦草，顺天府有敷衍其事之嫌。臣与上提督所见相同，天子脚下功臣后裔家中发生了如此惨案，应当追查。如此，谁来查办此案最为合适？为陛下分忧，西厂责无旁贷。此案发生在京城，当由东厂查办最为妥当。近来京城的案子多由西厂负责，此案理应让西厂来查。汪提督办案本领，上明素有耳闻，但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为陛下办事，绝无先来后到之分。陛下素来信任西厂，交办的差事，西厂上下也是尽心竭力。若陛下把武安侯大公子的案子交予微臣，西厂定不会像顺天府那般敷衍了事，有负圣恩。上公，有件事。什么事？昨晚于大人去世了，您知道吗？哪个于大人？除了兵部的于大人，还有哪位于大人啊？怎么死的？据说是服了毒酒。大哥，是我，大哥。大哥，大哥，马北里加急，召你回京。出什么事儿了，大哥？韩太傅之子韩早走失，陛下找我查办此案。收拾一下，你我立刻回去。是。我有事必须即刻返京，我不在，你会不会逃？帮他解开家眷。奏起大人，这……如果他想逃，不管有没有家具，你们都拦不住他。是。大哥，这些都是韩早立功之士，直辈之人。韩公子每日为太子伴读，数年有余，我等自然认得韩公子。那可有看到韩公子出宫？我等都亲眼所见，韩公子离开宫门便上了马车。可是韩府的马车？正是。看他的脖子，脖子上的淤血范围会非常的严重，因为上吊的人一定会不断的挣扎。而你看他的脖颈，勒痕极浅，明显是死后被人用绳索勒制。如果不是自缢而亡，那死因是中毒，也是中毒，跟郑成一样。郑成中的乃是慢性毒药，日积月累毒发身亡，而这个小童中的乃是剧毒。
从服毒到发作的时间应该不会超过1个时辰，并且，他比郑成要早死了3至6个时辰。也就是说，郑成到了欢迎楼之前，这个女童已经死了。没错。还有件事，男的。大人，昨日可否有一辆马车在此停留？时间在申时，马车上载着一个小童，你可否有印象？确实有一台，里面有一小童说要如厕，我肚痛。所以马车夫便问我附近是否有茅厕。啊，店家，这附近可有茅厕呀？啊，那边，拐弯就是。啊，这样，他们在此掉头，往那边去了。闹市之中，马车为何会在此停留？那天有人吵架，所以围了很多围观的人，便将这路给堵上了，所以马车不得不在这儿停了一会儿。你可知道此事？经查，吵架二人，一个是武安侯家的公子，名叫郑成，而另一个是顺天府的推官，叫唐范。我要去找这2个人。完了，这下麻烦大了。现在刑部和大理寺联名上书要弹劾我们，说我们玩火职守，草菅人命。哎，就连东厂都要参咱们一本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死者的身份都还没有查清楚就匆忙结案，能不出纰漏吗？不是，那不是我呀，那是侯爷的意思啊。任强，你得帮我呀。让我想想。行，你想想。你想什么呢？想吃什么？饿了。东姑，老规矩。哦，好。师兄，你在干嘛？这不太吉利吧？哦，多拿了一只。哎，任强，你觉得此事还有回旋的余地吗？那要看师兄想要怎么做了。弹劾我是小，这要是牵连了顺天府就麻烦了。当然了，要是能保住我的官位，那就更好了。这件事情，陛下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东西厂也一定会借题发挥。你想啊，这死的不是普通人，是武安侯家的长子，这日后是要承袭爵位的人，陛下肯定会过问的。西厂提督汪直，自从西厂建立以来，办了多少朝廷命官，这一时间权倾朝野。可他还没有办过王侯家的案子，郑成这件事，他必是要拿来立威的。哎，那东厂呢？自太祖洪武皇帝设立东厂以来，到现在已经100年有余，可突然间被一个刚刚建立1年的西厂抢尽了风头，这谁都不会答应。所以现在西厂要做的事情，东厂便抢着做。师兄，你若想要全身而退，便要借此想办法。办法？如何做？上一份奏书，先是请罪，然后写出你的苦衷和那时武安侯的说法，争取陛下的同情。然后写，既然有人弹劾顺天府处置不当，必有不足之处，不如请东厂、西厂、锦衣卫、刑部、大理寺一同协助调查此案，还武安侯府一个真相。此计甚妙啊！能有你在我身边真好。来面。谢谢啊。任强，那我们是不是拿着奏书东姑，这面是你做的吗？新来的厨子。新来的厨子，我要见他，你把他请过来。
这肉臊面是你做的？是。红迷、青葱、黄姜、白蒜。虽然你这肉臊看起来与旁人无异，但吃起来味道却大不相同。莫非你是加了什么？鸡蛋。鸡蛋。将蛋清跟肉糜拌在一起，可以使肉糜保持嫩度，吃起来更加滑顺可口。而待肉臊熬至6成之时，再加入蛋黄搅拌，可以去油解腻，让肉臊吃起来肥而不腻。甚妙甚妙，将不同食材的特性糅合在一起，便可以做出口感独特的食物。你也是一个用心之人，只可惜……可惜什么？可惜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厨子。哦。从你的站姿可以知道你以前从过军，肩宽背阔，臀尖腿实，必定擅长相扑格斗之术。身材挺拔，目光深邃，这绝对不是伺候人的相貌，而是善于差遣指挥。最重要的是，你的手必定是拿刀之手。厨子也拿刀？厨子拿刀用的是腕力，使的是巧劲，而你这胳膊明显是有通臂之力，拾起劲来便可破山断石。根据这些，我敢肯定，阁下绝对不是一个厨子。那在下是？阁下是一名锦衣卫，官居7品。我听说过顺天府有一位叫唐润清的推官，好生了得，果然名不虚传。阁下谬赞了，刚才我说的那些都是胡乱猜测，其实只有一点坐实了阁下的身份。什么？阁下穿的是7品官靴。还未请教。锦衣卫北镇抚司总旗随州。久仰。顺天府尹潘斌。潘大人。啊。不知随总旗找唐某有何贵干？来碗肉臊面，我不爱吃鸡蛋，照老法子做就行了。有什么事儿不用背着我，反正我总会知道的。唐大人，这位是你朋友？我以为是你朋友。哎呦，真是失礼，都忘记自我介绍了。在下西厂汪直。在下原来是西厂的汪提督。久仰。见笑见笑。锦衣卫北镇抚司随州随总旗，久仰久仰。请坐。在下汪提督此番前来是为何事？如此看来，汪某是跟随总旗想到一块儿去了。这肉臊面得拌匀了才香。踢我做什么？对不起，对不起啊！汪提督向来无所不知，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消息是让汪提督感兴趣的。还给我！听说武安侯的公子并非脱阳而死，能不能先吃完饭再干活？这个是在案发现场床上找到的，郑成之死可能另有隐情，但武安侯不想家丑外扬，所以潘大人才没有对外大肆宣扬，为的是要顾及朝廷的颜面。现在顺天府查不明案子，都如此理直气壮。汪提督来此，就是为了武安侯的案子吗？不，我只是想跟各位大人聊聊天儿。咱们做臣子的，陛下一句话，肝脑涂地又怎样？是。隋大人，太子伴读失踪一案，可有进展？韩公子的马车之所以最后会出现在街景，正是因为有2个人争斗挡住了路。争斗的2人，其中1人便是武安侯家暴毙的公子郑成。
另一人就是顺天府的唐大人。哟，这么巧啊，2个案子都有唐大人。顺天府现在查案，不知道什么是避嫌吗？那正好，请唐大人。所以请唐大人跟我走一趟北镇抚司。我有几个问题需要问问唐大人。隋总旗别着急啊，我正好也想请唐大人跟我回一趟西厂。王迪德，下官先来的。既然如此，隋总旗请。在下公务在身，啊，哎，先行一步。你说让我去，我就要去啊！哎，快走，快点！哎！在下顺便把大人的面前一并结了。嘿嘿嘿。我好歹也是顺天府的推官，从6品，比你这正七品总级还要高半级。你竟然对上官如此粗暴！仅因为奉谕旨办案，多大的品级都可以传来问候，你顺天府也不例外。你这是拿诏谕吓唬我吗？这里是北镇抚司大牢，诏谕只收3品以上的官。你什么意思？你官阶不够。隋大人，这件事情肯定有什么误会。哎，我好歹也是一介推官，也由不得你们锦衣卫这般对待的。隋总旗，隋大人，把这个药的成分查清楚。3日内定查明。2日。明日5时。是。隋总旗，隋总旗，你可算来了。隋总旗，我想了整整一夜，实在是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把郑成给杀害了。你看，我在申时一刻与郑成在闹市相遇，接着我想去冬季吃肉臊面，却没有想到在半路被潘斌潘大人抓回顺天府，去看卷宗。没想到这一看，就是有时过半了才出来。这期间我连1次茅厕都没有去过。这个潘大人和数位顺天府的差役都可以证明。接着，我沿着南市小街回家，一路经过了董乐居，买了块酱肉，之后到了青云斋，买了青花酿，最后到了祥贵斋，买了最后一盒桂花糕。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戌时3刻。然而郑成是在戌时到子时之间被杀，而唐某只有在戌时3刻到子时这段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也就是说，如果唐某想要杀害郑成的话，必须要在1个时辰2刻钟之内到达欢逸楼，将其杀害，并且在顺天府老张到我家之前赶回家中。然而唐某家到欢逸楼一共有5条路线，你看，第1条正街转小路，可以骑乘快马，单程最快也得3刻钟，已经超过了行凶时间，所以不可能。第2条直走小路，就算是大内高手的脚程也得要1个时辰，不可能。第3条穿过何府家宅院，这不仅要跑得快，还要飞檐走壁，也依然需要4刻钟，所以不可能。第4条需要穿过清水河，搭船来到欢逸楼，即使是2个人划船，也至少需要2刻钟的时间。那么剩下的3刻钟，唐某还要横穿欢逸楼的5重院落，进入熟客常租的雅苑，来到郑成歇息的房间将其杀害，并且整个过程还不能被任何人看见，而且杀完人之后还要在丑时之前回到家中。还有最后1条路，走柳云街过老张的馄饨摊向北，必须要在5刻钟之内到欢逸楼杀人，并且返还。唐范实在是没有能力啊，除非唐范是什么能够隐藏能力的旷世高手。
不过隋大人，你看我这身板儿。你饿吗？唐大人可知隋某为何昨日将你收监？昨夜要不是我带你走，便是汪直带你走。太子伴读韩府二公子韩藻，在昨日申时的时候失踪了。此事跟我没有关系啊。但失踪的马车，曾在申时滞留在你们争执的闹市，随后便下落不明。可是太子伴读、韩府马车接郑成，这都没有关联啊。那个韩藻是什么样吗？年庚13，体型瘦弱，身高5尺左右。这是你家二公子吗？这可如何是好啊！我这怎么回去跟我家老爷交代呀？姐，先起来。姐呀，走吧，姐。郑成的尸体是否也在顺天府？可否让我查验？郑成的尸体已经被武安侯府带回去入殓，在送走之前，经医官和仵作查验，初步判定乃是中毒身亡。何种毒？还不知道，但在床上发现了一瓶散落的富阳春。问了郑成的下人，他说郑成每日4时都会服用此药，此药便是拿着药方子到城内的回春堂药铺配制而成。薛令，在，去武安侯府把郑成的尸体带回北政府司。是。走。去哪？回春堂。这是怎么回事？这小的也不知道啊。这方子里的药都是你负责抓的吗？不，小的负责抓药的活儿才几日，之前是位叫林朝东的伙计负责抓药的，可是他请假了，说回老家有事儿，回河南魏惠府老家了。丢失记录的10日都是由这个叫林朝东的人负责抓的药吗？确实如此。这林朝东长什么样？20来岁，不高也不矮，不胖也不瘦，斯斯文文的，倒像是个读书人。还有，对了，他的脸上还有颗黄豆大小的黑痣，就在这儿。配药的伙计你可否认识？大概高高瘦瘦的，这儿，不，这儿有个黑痣。二位，抱歉。麻烦苏叶时刻、藿香时刻、防风时刻、荆芥时刻、银花时刻、黄芪时刻、苍竹时刻、甘草3克。李掌柜，你这就要走啊？为何要堵住老夫的去路？李掌柜，你就不要再演戏了。你就是这间回春堂的掌柜。第一，当你进入这间店的时候，这个伙计并非像招呼一般客人一样招呼你，因为他早就知道你并非是客人。第二，整个抓药过程中，你们2人刻意回避对方的视线，并且每一味药所在的位置，老先生，你的视线都比这位伙计先到一步。你如果不是这间店铺的掌柜，那还能是谁呢？李掌柜，跟我回一趟北政府司吧。押进去。是。大哥，东厂小县一部带走了郑成的尸体。唐大人，请留步。什么意思？北镇抚司办案，外人不得入内。外人不得入内？你们昨天抓我的时候怎么不说外人不得入内？外人，我什么时候又成外人了？你们这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念完经打和尚，我真是越想越生气。唐大人，
督公有请。宝瓶记、灯心草、珠帘夜影、幻而空、桃花宴。哎呀，唐大人还真是高产。虽然唐大人写书都是用艺名，但是想找到本尊，对于西厂和汪某来说，也不算是什么很难操办的事。顺天府的俸禄本来就不高，加上我只是一个从六品，1年的俸禄也就20两银子。此册汪直珍爱许久，唐大人必须为汪某留名。承蒙汪提督的厚爱，写这套书的时候真的很苦，但逢知己，那些苦也不算什么。哎呀，堂堂顺天府从六品推官，竟然私下写艳情小说，还是陛下钦点过的人，差点就给了状元。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满朝文武会怎么想。汪督公，你这太不厚道了。哎呀，唐大人别着急嘛，这只是汪直有感而发，要怪就只能怪顺天府的俸禄实在太低，怪不得唐大人。再说了，唐大人宁可写书贴己家用，也不愿意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也算是个好官。唐某好坏也就凭大人的2片嘴唇。哎呀，世间事本就如此，你我二人活在世上，也就是庶人口中的言语罢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好了好了，言归正传。今日汪某可是给唐大人带了礼物。富阳春？正是，我让西厂医官查验了此药成分，对比药方多了2味药。哪2味？柴胡和西夏草乌头。西厂的效率果真神奇，但是唐某不明白为何汪督公要告诉在下这些。我一早不就说了吗？比起打打杀杀，还是消息最可爱。今日我帮唐大人，唐大人也会帮我，对吧？韩藻已死，太子伤心欲绝，这个凶手定是要早些查出来啊。汪督公说的是，韩藻的尸身，西厂可以派人协助查验。督公已经知道了。韩府认尸的管家尚未进门，我便已经知道了。西厂不仅仅是神奇，在我看来，好可怕。唐大人不用怕，唐大人没什么可怕的。督公，有些事情。汪某有些琐事，就不能陪唐大人继续聊了。唐大人自便，汪直先行一步。啊，唐大人尽兴，有什么需要，都记我账上。中毒？这分明是冲着本宫来的。娘娘息怒，莫要气坏了身子。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是本宫要杀害太子，给我好好查。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胆子，竟敢要构陷本宫。是。娘娘莫要忧心，不管是与不是，都不是娘娘做的。连你也怀疑是我做的？娘娘要做什么，都会交给汪直操办。这事儿连我都不知道，一定与娘娘无关。汪直一定尽快查明，给娘娘一个交代。下去吧，让我自己好好想想。公子，
还有3道菜没上，您看还上吗？上，必须上。是公子。这曲，回公子的话，这是我们青丝姑娘弹琴呢。在下想请青丝姑娘来给我弹一曲。姑娘让在下久等了。青姿真是罪过，让公子苦等半天。青姿姑娘今日与平时好像有点不同啊。我是哪儿不同呀？公子这衣裳都乱了，公子的身子怎么如此僵硬啊？这长衫的下摆最容易乱了，我帮你。哎呀，这帽子也歪了。在下认错了。请青姿姑娘来是要问正常的事。所以公子现在是想向青姿询问案情。公子想知道些什么呀？听说郑成对姑娘一片痴心，已经为姑娘赎了身，突逢此变故，却没有想到姑娘你……你想说我为何不伤心？既已落入风尘，若是对每个恩客来去都伤心欲绝的话，那青姿早就活不下去了。那青姿姑娘对郑公子……住在这欢逸楼，大家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是郑公子，他为我赎过身，也算是有恩于我。对了，大人，这个案子可有进展？这案件有诸多疑点，我怀疑郑成并非脱阳而死，而且，案发的厢房有被人打扫过的痕迹。不仅如此，姑娘可否认识此物？这是傅阳春。这是姑娘给的药方。铜铸铁打的身子，也经不起郑公子日日折腾。这身子不好，玩的就不尽兴。开张做生意，谁会跟钱过不去啊？这药方就算我不给他，别人也会给他的。那姑娘知道郑成最近有无异样，平时又与何人结怨？我倒是没发现什么异常，但是他那个性子那么霸道，难免会跟别人结仇。有没有惹上杀身大仇，青姿就不得而知了。大人，小的真的把知道的都说了，请大人明鉴呐。哟，精神头挺足啊。那林朝东是2年前来的回春堂的，听说是为了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子来的京城，一开始在店里干一些打杂的散活，后来看他能读能写，腿脚麻利，脑子又聪明，没多久我便让他在柜台抓药了。平日里此人老实本分，沉默寡言，也没听说他有什么其他事情啊。反正小的知道的都说了，大人就是杀了小的，小的也说不出什么了。果真如此。那在回春堂的时候，为何要躲避官差？不瞒大人，小的这些年一直在铁市上和瓦剌人有些交集，跟那些瓦剌人做药材买卖，不要银钱，只要冰铁，所以我就……冰铁乃是朝廷管控之物，大明严禁向瓦剌女真交易。大人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所以说，那西夏草乌头也是你从瓦剌人那买的？西夏草乌头？那西夏草乌头毒性甚大，药性一般，药行不会用来入药，我要它做甚？入药是没什么用，用来下毒
还是挺堪用的。这大人说的什么？小的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没关系，我有几百种方法让你明白。你们两个出来。杀了他，就可以离开这儿。大人，赶紧的，省得我一会儿后悔。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真的不知道，你杀了他也没有用。我知道，我就想看看他能撑多久。你叫什么名字？家奎。杜公。东厂。没事吧？你怎么来了？来找你。该不会又要抓我吧？东厂失火，停尸房被烧了。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又不是我放火烧的。郑成的尸体，今早被东厂派人带走。郑成尸体？嗯。没看过尸体啊？见过，但这个人也……你不觉得恶心吗？看多了就习惯了。
胸腹部共有3处刀伤，每一个刀口都大约有3寸以上的深度。这个尸体不是正常的，正常的尸体我们已经查验过了，并无外伤。难道是有人想要调换尸体，所以放火来灭迹，还是什么？脖子疼，脖子疼，脑袋也疼，实在不行了，在下先告辞了。谁呀？会不会敲门啊？哼！今天怎么没点心吃啊？夫人今日心情不好。怎么又不好了？你们老爷不是要回来了吗？就是因为这事，老爷差人带信回来，说在外面讨了一个二姨娘，而且听说二姨娘已有了身孕，夫人这几日伤心着呢。谁呀？隋总旗，你昨天话还没说完。什么？你说郑成的尸体是假的，有人毁尸灭迹。哎呦呦，脖子疼，脖子疼，受不住了。你要不要吃梨？哇，隋总旗好厨艺啊，随便2个梨都能做出如此美味。你是说武安侯府交了一具假尸体给东厂？是。为什么？这个我暂时还想不明白，但至少说明郑成之死确有蹊跷，而且与武安侯府肯定有关。汪直查完说多了2味药，柴胡和西夏草乌头。这草乌头原本就具有毒性，而柴胡可以将其毒性压制在体内。日积月累，这原本滋补阳气的复阳春，变成了泄人元气、侵蚀心肺的慢性毒药。大哥，韩府的马车找到了。看大人您的帽子。该。谢谢东儿。凭什么拦我啊？凭什么拦我？还有没有王法了？启禀总旗大人，早上当值的弟兄发现这辆马车车辙极深，拦车检查后，在车内找到一处暗口，内藏大小冰铁70余锭，足有数百斤。进一步细查后，在车轴处发现有韩府的名画印记，核对后确定此车正是前几日走失的韩府马车。这人交代马车来历了吗？这人嘴硬得很，一直在护城。哎，你干嘛？哎，你干嘛呀你？哎，你松开我！你松开我！哎，干嘛？这人只是负责送货的，马车是在铁石一家车行弄来的。你们锦衣卫平时都是这么办案的？看情况吧。隋总旗会瓦剌语？戍过几年边，跟瓦剌人交战多次，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原来如此。那为何京城之中会有那些瓦剌人？瓦剌人逐水草而居，以牛羊为主食。他们的特产是药材和马匹，而他们生活中所需要的盐茶和铁器，需要跟中原交易换取而来。早些年，大明与瓦剌交战不断，绝大部分的瓦剌生意人都在关外，但这几年战事减少，部分的瓦剌人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便南下到京城。这些瓦剌人里面，虽然大部分是生意人，但也有混入其中的盗匪和打探消息的细作。朝廷一直提防北患，
严禁向关外出口兵器，而冰铁无需冶炼就可以打造成兵器。瓦剌人因为买不到兵器，便转而大量收购冰铁，因此，在京城里，有瓦剌人聚集的市集便称作铁市。我在京城这些年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地方，那这个铁市在哪里呢？下个路口就到了。回春堂的李掌柜与瓦剌人交易药材，韩府的马车最后落到了瓦剌人手里，而昨夜埋伏我的也是瓦剌人。这个铁市，我得去看看。唐大人可能不明白，瓦剌骑兵之所以机动性会这么强，是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在俘虏和平民的处置上浪费时间，对俘虏从不留情，对老弱妇孺，瓦剌骑兵也是同样对待。瓦剌人生性勇猛，又极其团结。唐大人这样啊，哪怕进去不到1刻钟的时间，就会被撕成碎片了。还想去吗？行。咱们下次在一块儿学啊，肯定的。来，待会儿咱们一起。行。ямар учиртай юм. Өсөг дэрэг хайж явна. Хэрэг дөргөлж байна. Ямар хүн намайг ирж ийн гинэ? Манус нэг хөсөг дэрэг хайж явна. Тэнгэлэг дээрээ дэргүлэг жижигэн тамхтай алуун. Юуных жижиг, юуных тамх юм бэ? Би мэдгүй. Ай, хүн эндүрж байгаа ч дээ. 我的玉珠！站着！站住！站着！站着！
假几十年代。